是福宝营业结束的最后一天，在游客走后，两个爷爷悄悄地碎了。4年的时间仿佛一眨眼就过完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坦然地面对分离。两个爷爷偷偷躲在没人的角落，擦拭着眼角的泪水。第二天，宋爷爷给福宝的房间贴上了禁行区域，并在自己的防护服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穿戴整齐，宋爷爷走进了福宝的隔离房间，为福宝清理青团和吃剩的竹子。宋爷爷穿上衣服后，福宝不敢靠近了。宋爷爷陪着福宝适应了好一会儿，才让福宝重新适应自己这身打扮。而在外面的引导员怡怡今天在播报时一个慌神，报错了等待时长，原本20分钟的排队时間播报成了200分钟。怡怡表示，今天和昨天的落差有点大。200분이라고 했어. 다시. 어제랑 오늘의 차이가 너무 심해서. 要知道，昨天福宝最后一天营业的排队时间高达400分钟，而与此同时，江爷爷这里开始为福宝做回家的准备了。这是当年爱宝来韩国时所使用的笼子，江爷爷对其进行了翻新。为了感觉福宝在里面会不会舒服，江爷爷好几次亲身坐在里面尝试。之后，饲养员开始模拟演练运输福宝的过程，反复尝试，直至熟能生巧。熟记路线后，爷爷们开始让福宝熟悉运输笼。此时陪伴福宝的是宋爷爷。这1个月里，每个饲养员看上去都很平静，但平静的背后一定是隐藏了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原本江爷爷想给瑞宝、辉宝一个惊喜，结果辉宝这里却变成了惊吓。江爷爷以为辉宝这狗叫的不轻，表情都吓得狰狞了。这也实锤了大熊猫就是近视眼。不过爷孙俩都啥事儿也没有。江爷爷走失辉宝，还回头一直看着爷爷，像是在跟爷爷说抱歉。这要换成老宋头，辉宝肯定有仇，当场报复。这让我想起了以前近视眼的福宝。江爷爷抱着一捧大竹子，蹲着向福宝悄悄靠近。姨姨们还想，江爷爷这庞大的体格子，就算是趴着，福宝也应该能看见吧。江爷爷藏了半天，都感觉到幼稚了，毕竟眼神好像都和福宝对视上了。而反当江爷爷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时，福宝反而吓了一跳。可能福宝真的没看见，也可能是福宝故意配合江爷爷，毕竟弹起来时嘴里竹子都没停止咀嚼。以前福宝玩耍园区掉落的广告纸被爷爷发现了，江爷爷来到园区喊福宝，福宝假装听不到。当爷爷晃了一下小树，福宝立马弹射起来。与其说是被人吓的，不如说是自己吓自己。福宝还想撒娇，结果就是一屁股给爷爷的栅栏全压倒。宝家除了爷爷会偶尔吓到他们，而吓到他们最多的则是他们彼此。辉宝冲刺过来，吓了瑞宝一跳，都吓出狗叫了。接着是瑞宝调皮的跳下小滑梯，吓了爱宝一跳。爱宝攻击动作都摆出来了，结果发现是瑞宝。再有爱宝走来小亭子，此时正在小亭子上睡觉的辉宝又被吓到了。对于大熊猫而言，每天活的就是一个提心吊胆。瑞宝这一脚都快给辉宝吓尿了。要说最倒霉的还得数爱宝，爱宝总是无辜躺枪，自己趴着好好的，瑞宝突然从自己屁股后面摸过来。还有原本想保护辉宝，结果辉宝反而突然发出吼叫，爱宝直接被吓回家了。爱宝正喝水呢，辉宝一点声音也没有的走了过来，这给爱宝吓得一屁股就坐下了。别喂了，别喂了，嘴巴里面都要放不下了。在宝家有一种饿了，叫做姨母，觉得你饿了。辉宝左手拿着胡萝卜，右手拿着竹笋，屁股后面还有一块更大的竹笋。圣西姨母让姐妹俩敞开了吃，表示不够还有，给辉宝手里塞得满满的后，圣西姨母给藏在小树桩后面的瑞宝拖了出来，并将大竹笋放在瑞宝身上，让瑞宝别忘记吃。姨母刚忙完瑞宝，而辉宝这里又给胡萝卜扔地上了。圣西姨母给辉宝的胡萝卜拿去饮水盆清洗。就在姨母清洗胡萝卜时，辉宝懂事的坐了起来，面朝着姨姨们，这让两个爷爷一时摸不着头脑。两个爷爷怎么教都教不会，居然到了圣西姨母这里，自然而然的就给学会了。而从姐妹俩啃咬竹笋的样子来看，姐妹俩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进食一些竹笋和胡萝卜，以及这些比较软的食物了。辉宝这里没一会儿就给竹笋啃去了大半，果然有些事情就得让女生们自己解决，女生理解女生，不会难为彼此。一会儿姐妹俩吃饱，又给依依整起了活。瑞宝此时看到妹妹上树，于是也想爬上去玩耍。辉宝看着姐姐这架势，以为是来揍自己的呢，手上的竹笋都吓掉了，急忙阻挡住姐姐。而瑞宝则给自己挂在了绳子上。瑞宝趴在绳子上的模样和小龙女，而且不得不夸赞一下瑞宝的平衡能力，在绳子上平稳得很，根本不会掉下来。等瑞宝想下去时，也很是轻松。就这样抓着前面的小树，轻松给自己摘了下来，动作一气呵成，简直不要太丝滑。
虽然咱辉宝爬树没有瑞宝熟练，但是辉宝爬栅栏的功夫可不是瑞宝能轻易追上的。辉宝都爬到顶了，瑞宝还没起步呢。老宋头求辉宝下来，辉宝不听，直到老宋头拿来盆盆奶，辉宝这才从上面下来。在辉宝这里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讲条件的。一会儿出门，老宋头提前来到了园区，给姐妹俩安排了2个皮球丰容，一个绿色一个黄色，和他福宝姐姐的皮球很像。为了防止皮球玩耍时乱跑，老宋头用绳子将其进行了固定。之后老宋头来到室内园区，开始迎接瑞宝和辉宝。这是瑞宝和辉宝来室外生活后的第一件丰容。首先发现皮球的是瑞宝，瑞宝观察事物总是这般的仔细。当然并不是说辉宝不仔细，只不过辉宝经常抓不住重点。辉宝仔细到了山坡上，瑞宝面对这小皮球，上来就先啃了一口。鉴定它是不是个好丰容的方式，就是看它扛不扛得住瑞宝的咬。这时辉宝也过来了，辉宝不玩球，但就喜欢抢。不过辉宝这次被瑞宝喝退了，老宋头这次的情绪价值全由瑞宝提供。瑞宝抱着这个球之后就不想放开了，啃来啃去，这个状态就2个字：喜欢。辉宝这里总是有自己的想法，摸摸索索摸到了爱宝的床底下。不过没一会儿，瑞宝也放弃了小球。瑞宝感觉自己的腮帮子都酸了，但看得出瑞宝对皮球仍有不舍，想离开又想多看2眼，直到爱宝吃完饭走了过来。皮球在爱宝身边没有超过1分钟就被爱宝拍扁了。瑞宝看到自己心爱的皮球被妈妈拍扁了，有些难过，难过的都不想回家了。最后还是老宋头亲自去抱的。爷爷连续2天努力在中国打造的保家良好形象，被老宋头今天在园区的突然发疯又全给打破了。上一秒老宋头还是勤勤恳恳的竹子搬运工，为乐宝收拾着吃剩的竹子，下一秒竹子收拾完，老宋头开始收了2个青团，然后拿着青团就向游客们丢去，虚晃了一下姨姨们。老宋头等着江爷爷回来挨批评吧。而江爷爷这里这2天为维护保家的良好形象，一直都在努力下功夫，从台湾又跑到香港，甚至都让自己学会广东话了。大家好。不过江爷爷只学会了这一句连续的语言变化，这也让江爷爷的语言系统有点跟不上了。而当江爷爷听不懂主持人讲的广东话时，为了不冷场，一直都是笑眯眯，而且还表现出很搞怪很有趣的感觉，让人感觉特别的亲切。这次江爷爷还在粉丝们的提问中纠正了瑞宝辉宝的独立时间，并不是在11月份，而是在明年的5至7月份，相比于福宝的独立时间早了4至5个月左右。江爷爷还开心地分享了自己和中心基地的交流。江爷爷表示，中心今天早上还给自己发了福宝的照片。江爷爷看到福宝适应得很好，而且还成功度过了假孕期，同时现在迎来了秋天，天气越来越凉爽了，福宝的胃口也好了很多，每天也有在好好吃饭。江爷爷感觉福宝应该会长肉了。此外，江爷爷距离说的韩国达到500万票房，就会带着饲养员们集体来中国，现在只差475万票房了。江爷爷当时真是说了一个不会让园长感到为难的票房数的。想到拥有小躺椅的第一天，抵挡住小躺椅诱惑的居然是辉宝。今天有了新的小躺椅后，爱宝都不想去室外了。一天下来，这一家3口不是在抢小躺椅，就是在抢小躺椅的路上。而姨姨们今天排队就是来目睹一下姐妹俩这新家具的。辉宝发现自己这里根本抢不过妈妈和姐姐，识趣的辉宝自己去到了另一个小躺椅上，什么东西都做2份，真是老宋头最明智的选择。辉宝看妈妈和姐姐在小躺椅上抢得火热，顿感他们幼稚，自己则成熟的像是个大人。眼看这里的气氛跟自己这成熟稳重的形象实在是格格不入，辉宝自己跑去了独木桥上寻找自己的成熟去了。而瑞宝和爱宝这里显然没给辉宝当回事，继续打闹着。很快通道门打开了，辉宝这里没有任何的前摇和犹豫，一口气跑回了家。爱宝这里这时给瑞宝丢下了小滑梯，瑞宝被丢下小滑梯后去到了自己那小独木桥上。现在室内园区的玩具对瑞宝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瑞宝玩完一个还有一个，根本没有想回家的心。而爱宝这里因为园区已经没有吃的了，爱宝需要回家吃饭了。对于玩来说，吃才是爱宝最需要的。瑞宝这里独自一人爬到了树上，啃了会儿竹子后又趴下了。瑞宝这个模样越来越不像是大熊猫了，因为瑞宝太懂享受了，已经超越了人类，吃竹子也不用管，直接用嘴叼过来，然后在嘴里咀嚼。而对于回家的问题，就交给老宋头另想办法了。大爷爷又给瑞宝辉宝整活了，给贝贝树和人造树之间搞了一根独木桥。这棵小树又是出自江爷爷精选，因为瑞宝辉宝现在还小，江爷爷特意选择了一根分叉比较多的树干，这样可以拓宽瑞宝辉宝爬行时的路。
同时这让姨母又多了一个放置竹子的地方，姐妹俩不用再争抢树杈了。瑞宝看到姨母过来了，开心的凑了上来，一下给辉宝压在了身下。辉宝的小尾巴示意自己快要被姐姐压死了。姐妹俩有了这个独木桥后，就算妈妈不领着自己去室外，姐妹俩也有事儿干了。此时姐妹俩彼此都想去到对方那边，但谁都不想让道，姐妹俩便只能靠武力解决。辉宝咬着瑞宝皮套拉扯一通，给瑞宝拉扯的难受。最后瑞宝选择了妥协，往后退去。但这时辉宝又不想过去了，还表示可以让瑞宝过来。瑞宝过去后，辉宝还主动给瑞宝让出一块空来。就算有再多的空，地方再大，住着几百平以及顺带小花园的大平层，姐妹俩还是想黏在一块儿。而这时的辉宝虽然被瑞宝一直压着，但是辉宝一点脾气也没有。姐妹俩之间就是这样相互打闹，互不记仇。但要是爷爷和姨母惹他们的话，他们肯定不会。瑞宝这里直接给辉宝从独木桥上挤了下去，被挤下去的瑞宝转头去到了妈妈的小亭子上，而独自在独木桥上的瑞宝这下可以敞开玩了。福宝小时候是挖煤的，瑞宝现在是挖雪的。园区犄角旮旯里的这点雪，瑞宝也不嫌弃，就坐在上面玩耍打滚。玩应景了，直接从地上捡起一块雪块来就开啃。这什么东西都想往嘴里放的样子，跟人类小孩一模一样。瑞宝又感觉自己手里的雪块太大了，给其放下，又重新捡了一块。瑞宝自己在这地方游玩几天，打算要走时还有点恋恋不舍。今天爱宝带姐妹俩出室外后，辉宝这里直接爬到小树上睡觉了，在园区晒着太阳睡懒觉，既补充体力还能补钙。而此时江爷爷站在望湖石上，高举手机记录着辉宝这惬意的模样。瑞宝这里就跟着妈妈四处走动。瑞宝终于也体会到没有人陪自己的感觉了。以前瑞宝不出室外，辉宝只能自己玩，而这下辉宝睡觉只能瑞宝自己玩了。瑞宝兜兜转转又来找爷爷了。走过来时，瑞宝还看到爷爷在前面，但当走到爷爷下方时，爷爷却不见了。不会抬头的瑞宝一时愣住了，心想爷爷怎么突然消失了。就这样瑞宝又走了回去。瑞宝来到妈妈这里，站在高台上，一个熊扑对着妈妈压了下去，强行让妈妈跟自己玩。但爱宝执着于吃竹子，根本没空理会瑞宝。瑞宝走到一侧，跟妈妈对着坐，这一下又成了小大人的模样。瑞宝就是这样，时而成熟，时而幼稚。瑞宝一套丝滑小绝招，老宋头立马拿着毛巾来到了园区。从小瀑布刚出来时，辉宝感觉自己一下重了10几斤，误以为是自己的力量增强了，身上边跑边淌水。爱宝转头看了这是个什么脏东西，让辉宝离自己远点。姐妹俩早上出门还得相互迎接一下，给自己来点仪式感。此时的江爷爷还不知道姐妹俩将要干出什么事儿，就单纯看着姐妹俩龇牙闪动。下一秒，只见江爷爷的眉头一皱，辉宝一屁股坐进了小瀑布里。中午太阳太大，辉宝是想让小瀑布给自己降降温。辉宝这进去后就不想起来了，这感觉太舒服了。这是辉宝第一次泡澡，瑞宝这里都被吸引了。辉宝想让瑞宝一起进来玩，瑞宝却说辉宝像个落汤鸡。辉宝生气赶走了扫兴的瑞宝，自己继续泡。辉宝这次把自己厚厚的皮套完全泡透了。一会儿爱宝去喝水，辉宝跑过去跟妈妈讲自己会洗澡了，问妈妈自己棒不棒。爱宝说棒棒棒，能离我远点就更棒了。为了甩掉辉宝，爱宝从小瀑布上直接跨了过去。爱宝知道辉宝不懂思考，肯定会学自己，结果就是辉宝腿太短踩空了，一整个摔进小瀑布里了。而瑞宝就不一样了，知道自己过不去，刚才瑞宝选择了绕过去。辉宝这小情绪藏不住一点，跑到妈妈身边就开始埋怨妈妈骗了自己，这么多姨看着呢，让自己摔得好丢人。辉宝在妈妈身边一通翻滚，刚洗的澡又白洗。爱宝实在待不下去了，让奶爸给自己开门，让自己回家。辉宝这脏兮兮的身子也该让爷爷擦擦。瑞宝这里眼看妈妈和妹妹都回家了，自己也回去了。此时瑞宝身上还亮白亮白的。韩国媒体询问了爱宝乐园的饲养员对昨天福宝这一情况怎么看。饲养员们的回复表示，只通过视频无法判断福宝是一时症状还是健康异常，目前正与我国专家沟通确认状态。 에버랜드 측은 영상만으로는 일시적 증상인지 건강 이상인지 판단할 수가 없다며 중국 측 전문가들과 소통하며 상태를 확인 중이라고 설명했습니다. 韩国饲养员远没有我国专家接触的大熊猫情况多，以及福宝不在身边，甚至目前所能做的限制比我国姨姨们还要多，没办法直接来中国看福宝，也只能和福宝粉丝们一样，静等基地的通知。想必江爷爷和宋爷爷此时的担心并不比姨姨们少，何况这是自己养育近4年的孩子，
内心肯定要比普通人要更加焦急。毕竟福宝小时候也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情况。福宝小时候从树上掉下来，宋爷爷没接住，这让宋爷爷至今都愧疚不已。福宝小时候被雷声吓得四处逃窜，江爷爷更是直接留宿在园区，彻夜陪伴福宝，任何一点小事都会高度重视，细心呵护。如今福宝出现这个情况，对江爷爷和宋爷爷来说也只能焦急的等待，同时还要控制好自己焦虑的情绪，照顾好瑞宝辉宝。不过江爷爷和宋爷爷向来都很相信我国的专家水平，同时也相信我国专家能够处理好福宝这一次的情况。永宽看到乐宝最近爱采摘关景竹，意识到乐宝近期是对关景竹独有胃口，于是永宽索性也不用乐宝自己采摘了，永宽直接给乐宝采摘好，处理成合适的大小，跟其他竹子一起给乐宝准备好。乐宝来了就可以直接开吃了。昨天永宽下班前还特意为姐妹俩将小晾台收拾了出来，但今天瑞宝却又不想出门了。江爷爷来火，但是根本没用。瑞宝表示，室外的冷风哪有室内的恒温空调舒服。江爷爷怕瑞宝饿着，给瑞宝在树上放了许多的竹子，不过好在还有辉宝。辉宝出门后就来到了爷爷给自己收拾好的小晾台上，不然永宽真的白忙活了。辉宝最懂给人提供情绪价值，辉宝趴在小晾台上很快就睡着了，而爱宝吃饱了，打算丢下辉宝直接回家。辉宝一觉醒来，天塌了，妈妈不见了。不过江爷爷及时出现在了辉宝的视线中，同时还给辉宝送来了一些自己进行裁剪好的小竹子。辉宝碰巧伸了下手，像是在跟爷爷礼貌答谢，简单小吃两口，辉宝从树上下来了。腿虽短，但是咱稳重。下来后的辉宝没有回家，而是追在爷爷屁股后面和爷爷玩了起来。刚好江爷爷也可以借陪辉宝玩耍的理由，释放一下心中的那个少女。江爷爷跟辉宝打起了雪仗，辉宝顶着皮套埋头往前冲，辉宝玩不过爷爷，连连挥手让爷爷不要再弄了。江爷爷摸了摸辉宝的头，摸头不是抱歉，而是辉宝还得再练。玩耍过后，辉宝便乖乖跟爷爷回去了。这是距离福宝回国还有1个月的时候，江爷爷和宋爷爷在为福宝制作最后为福宝践行的礼物。宋爷爷打算用这和自己工作服一个颜色的布条缝制一个吊床。 후바오가 어렸을 때 엄마랑 함께 이용하던 해먹이 있거든요. 宋爷爷是想让福宝再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而且这和工作服一个颜色，福宝也会有被爷爷怀抱的感觉。缝制完吊床，宋爷爷开始为其安装。为了确保福宝不会受伤，宋爷爷让江爷爷一起来视察。宋爷爷表示，江爷爷总是会在自己需要他时神奇的出现。宋爷爷毫不掩饰的讲，江爷爷就是自己的安全感。 큰 도움이 되고 잘 안전하게 마무리가 된 것 같습니다. 一会儿，福宝来到园区，看到这突然出现的小床，先是在上面一阵翻腾。宋爷爷解释道：“福宝这是在威吓他，这是福宝的一种表态，确定对方没有攻击力，不存在危险后，才会自在的在上面玩耍。”而江爷爷这里来了种植油菜花的大棚，这里有着宝家每年园区里所用的油菜花，目的是用来让宝家思念家乡。 그때부터 해마다 이른 봄에 이렇게 유채를 심어서 꽃을 보여주고는 했었어요. 고향 생각하라고. 搬运完油菜花，江爷爷开着小车将其拉去爱宝乐园。经过2次转车，油菜花终于被运到了园区。而今年欣赏油菜花的成员又多了2个，这2个调皮鬼常常被爷爷抓住他们在破坏油菜花。很快，时间到了福宝要隔离的日子。这时，饲养员们开始为福宝筹备隔离用的简易馆。宋爷爷在宝家就是全能，什么事儿他都能搭把手。 房间整理完后，盛熙姨母来到房间，为房间做第1次全面的消杀。盛熙阿姨结束，又有饲养员来做第2次的消杀。历经数次清理打扫，房间这才算清理完。因为福宝隔离需要，瑞宝、辉宝也换了房间。姐妹俩对着新房间都很是新奇，每天基本上都挂在栅栏上爬来爬去。在这温馨画面的另一方，则是姨姨们都在被迫接受着福宝要离开的消息。 姨姨们从起初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渐变成了泪人。在这期间，江爷爷收到了很多粉丝们的信件，都是对福宝以及饲养员们的感谢信，以及表达对福宝离开的不舍。而爷爷们对于福宝的不舍也是一天比一天重。当看到福宝晚上还没睡觉时，爷爷就会来到福宝身边，跟福宝多说说话。这些天里，江爷爷常常离开到深夜。今年韩国的第1场雪，为瑞宝、辉宝姐妹俩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封存在体内的寒冬基因终于觉醒了。这场初雪很大，江爷爷站在园区上方没一会儿，头顶就白了。而宝家成员此时只有快乐，爱宝和乐宝都在淡定地吃着竹子。瑞宝、辉宝这里面对着鹅毛般的大雪，不断解锁着各种新技能。有了雪后，就仿佛拥有了全世界。而辉宝这里很快便解锁了雪地里的第1个游戏。
那就是在园区的斜坡上玩滑滑梯，滑下去再爬上来，反复了好几次，最后一次一下子。而瑞宝这里画面和辉宝完全不同，瑞宝的画风温馨且淑女，瑞宝主要是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雪天里的美好，感受季节的变化，但辉宝看不惯姐姐这淑女的样子，非要让姐姐和自己一样切身实地的去体会一下雪地的舒适感。辉宝拉着姐姐开始在雪地里打滚，强制姐姐玩雪。而江爷爷这里看到姐妹俩在雪天适应的都很好后，江爷爷拿着扫把开始打扫园区，既是饲养员也是园区保洁。而隔壁的乐宝一到下雪天就喜欢吃点冰镇竹子，而且必须是自己采摘的。爷爷花高价人工为乐宝园区的竹子穿了冬天的棉服，乐宝却毫不顾虑的直接给竹子折断，让爷爷白忙活一阵。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江爷爷让姐妹俩回室内了。爱宝开始独自享受着雪地，江爷爷表示爱宝这个样子就像是行走在雪地里的公主。这雪越下越大，很快江爷爷也让爱宝回去了。姐妹俩回室内后，心情仍是无法平静，因为雪地实在是太好玩了，这从未有过的体验让姐妹俩都不困了。宝家都回室内了，江爷爷这里还没打扫完，独自清理着熊猫世界的游客观景区，防止大雪阻挡住姨姨们看瑞宝辉宝。除了宝家园区这边，爱宝乐园其他景点几乎都没人，工作人员也都在忙碌着清理自己门前的雪，只有宝家这边游客仍是排队状态。爱宝乐园之所以能红火到现在，宝家成员占 99% 的因素，老宋头和江爷爷各占 0.5%。宝家今天一天都在室内，饲养员们一边收拾着室外园区的同时，一边也要忙碌着宝家的室内园区。昨天是宝家成员的运动量超标，今天是饲养员们的运动量超标。昨天瑞宝辉宝玩得太累了，今天瑞宝辉宝在室内园区睡了一天。爱宝这里感觉自己今天除了吃就是睡，着实有点无聊了，甚至吵着让奶爸给自己开门，让自己回家走2步。而姨母刚忙碌完乐宝这里，转身又来到了爱宝这里。姨母忙碌着室内的同时，永宽正忙碌着室外，小心搬运着竹子的永宽还是不小心摔倒。昨晚的大雪压坏了瑞宝辉宝室外园区近一半的竹子，而此时的室内园区姐妹俩睡得很沉，姨母在园区来回搬动竹子以及清理青团都没有吵醒瑞宝辉宝，反而是一会儿姨母离开，爱宝走进来吃竹子时吵醒了瑞宝辉宝，应该是爱宝吃东西吧唧嘴的声音以及窝头传出来的香味吸引到了姐妹俩，所以姐妹俩才醒的。姐妹俩看了一眼也没发现什么好吃的，姐妹俩一起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转头继续睡去。园区的雪清理的差不多后，姨母和老宋头来到乐宝园区，给乐宝堆起了雪人。老宋头堆雪人已经再熟悉不过了，自己堆完雪人还顺便指导了一下圣熙姨母这里。这周江爷爷给姐妹俩新增了一个房间，姐妹俩又有新地盘了。爱宝面对新房间满怀期待，看到久违的房间门再次打开，爱宝迫不及待地走了进来。这是以前爱宝和福宝一起生活过的房间，而且小床还是那个熟悉的小床。爱宝走进小床仔细地闻了闻，不知道爱宝有没有闻到福宝的气味，以后爱宝睡在这张小床上不知道会不会睹物思福宝。而姐妹俩则胆小的一直不敢往前走，姐妹俩面对着新房间无法做到妈妈这般轻松，姐妹俩时刻保持着紧张的状态。而辉宝这里熟悉房间的方式则是有点与众不同，直接爬上了护栏。这一家3口真是个忙个的。爱宝这里检查完房间开始吃竹子了，晚上江爷爷下班前又来看了一下爱宝这里。此时瑞宝独自一个房间，在护栏上爬来爬去，瑞宝的适应能力就是这么强。辉宝则正和妈妈在一个房间，江爷爷很期待明天早上一家3口的房子。等第2天，江爷爷早早的就来到了园区，一家3口都集中在了新房间里，毕竟是新房间，对其都有着满满的诱惑力。只不过辉宝与瑞宝相比，辉宝看到妈妈没有在新房间，有点不太安心，盆盆奶都没胃口吃了。而反观瑞宝这里，自己的盆盆奶无关谁在旁边，自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辉宝一直执着于妈妈去哪了，盆盆奶一直被冷落在旁边。而瑞宝这里吃完奶都开始吃竹子了，瑞宝现在真是一点也不用人操心。最后将爷爷走时，来到了乐宝这里，又看了一眼。乐宝此时给自己埋进了竹子堆里，仿佛置身在了竹林一样。宝趴在小树上，看着瑞宝辉宝身旁的嫩竹叶，都流口水了。爱宝左思右想了一下，最后没有去抢瑞宝辉宝的竹子，还是选择将竹子留给瑞宝辉宝。不过一会让爷爷看到爱宝也想吃这种竹子后，就给爱宝也送来了一捧。每种竹子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瑞宝辉宝的竹子看上去鲜嫩竹叶小，但没有爱宝常吃的雪竹营养价值高。爱宝可能只是感觉这种竹子好看，爷爷真给爱宝送来了。
爱宝并不想吃，爱宝闻了一下就知道没有自己的血竹好。而瑞宝、辉宝这里就不一样了，这样的小而茂密的竹叶会让姐妹俩有种被包裹的感觉，而且还好咀嚼。辉宝在树上一番折腾，给自己竹子弄到地上了。辉宝转身来抢姐姐的竹子，从姐姐手里抢来的竹子就是好吃。吃了2口，辉宝又不想吃了，小手一松，又给竹子丢了。丢完自己手里的竹子，又起身继续抢姐姐的。辉宝永远都认为姐姐手里的竹子要比自己的竹子好吃。而这时刚好爱宝走了过来，爱宝看到了被扔在地上的竹子。爱宝最讨厌浪费食物，爱宝走到竹子边，给竹子捡了起来，将其吃掉了。而树上的辉宝吃着吃着，吃困了，在树上给自己调整了个位置。睡觉之前还宠溺地看了一下姐姐，然后趴在小树上开始了睡觉。有姐姐陪在身边，辉宝睡得很踏实。正熙姨母也是懂抽象的，这是堆了2个匹诺曹吗？雪人中的匹诺曹。瑞宝、辉宝表示请雪人匹诺曹多说点话，这样自己的胡萝卜就会变长了。因为雪人匹诺曹的鼻子太短，瑞宝、辉宝2口就给雪人匹诺曹的鼻子给吃完了。圣熙姨母这周的视频是姐妹俩玩雪回忆录，这鹅毛般的大雪，瑞宝刚出门身上就变白了。瑞宝面对着床上姨母堆的雪球，毫不客气的就给气拍了下去。虽然这是姐妹俩第一次见到雪，但刚开始时姐妹俩还是很淡定的，只不过姐妹俩有点掉色，雪白的雪经过姐妹俩的走动都变黄了。晚上姐妹俩回到家也不吃妈妈的奶水了，直接抱着竹子开啃，只有竹子才能快速补充自己的体力。而且在这恒温的室内，姐妹俩简直不要太舒服。瑞宝这里因为玩得太累，没怎么吃饭就开始犯困，一直到第2天早上，瑞宝这里才开始大快朵颐。瑞宝看到姨母来了，一侧身暗示姨母给自己按摩按摩。姨母也很懂瑞宝的想法，立马给瑞宝开始按摩。而姐妹俩吃了会竹子后，又一起来到了妈妈怀里，这是要给昨晚自己忘记吃的奶给全部找回来。而这次下雪宝家除了爱宝都很疯狂，而爱宝这坐在雪地的样子就是名副其实的大熊猫界的白雪公主。宝这里的一家3口今天谁也没有给爷爷添麻烦，但爷爷却反给瑞宝、辉宝添麻烦。宝家的熊和宝家的饲养员真是轮番给对方整活。就在瑞宝将要进入通道里时，门突然关上了，辉宝紧跟其后。面对突然关上的门，姐妹俩一脸茫然。辉宝走上前，不断用小手扒拉着爷爷的门。瑞宝小手放在辉宝身上，安抚了一下辉宝，让辉宝不要害怕，表示有姐姐在。今天的室外太阳很大，辉宝一出门就开始跟姨姨们开粉丝见面会，努力营业。为了让姨姨们不要争宠，所以辉宝便给场外每个角落的姨姨都宠到位了。辉宝一转头，发现妈妈不在小亭子上了，这时辉宝着急了，瑞宝这也急了，姐妹俩稍微和妈妈分开一会儿都不行。虽然爱宝此时也没干什么，只是在喝水，但对瑞宝、辉宝来说，就算只是在妈妈旁边发呆也开心，因为在爱宝身边，姐妹俩就安全感满满，怎么玩耍怎么折腾都不会害怕。而爱宝的放松程度似乎根本没给瑞宝、辉宝放心上，不然怎么爱宝回家时都没发现自己的孩子没跟上。姐妹俩确认妈妈不会再突然离开后，姐妹俩又开始放心的探索园区了。因为瑞宝、辉宝知道妈妈一旦吃起竹子来不会轻易换地方，姐妹俩一起摸索到了泳池里，这还是姐妹俩第一次一起泡澡。瑞宝的大长腿在水中尽显优势，泡完澡后，瑞宝站在石头上给自己甩了甩皮套里的水。刚好爱宝这时也吃饱了，爱宝带着他这俩小跟班往家走去。姐妹俩回家路上还不忘再折腾一番。由于姐妹俩在后面磨磨蹭蹭走到通道门时，门就已经关上了，里面这时一定是老宋头，因为只有老宋头才能干得出这么幼稚的事情。老宋头也害怕姐妹俩产生小情绪，没一会儿就给通道门再次打开了。宝最近继承了妈妈爸爸的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下班时会将青团产在室外，不会将青团带回家。瑞宝产完青团独自坐在草丛里的这个小背影，仿佛是在看着自己青团，感叹自己刚干了一个大事。今天是姨母值班，姐妹俩向来最给姨母面子，因为姨母给的小零食是最多的。姐妹俩一看到姨母来了，就立马排坐好，就连姨母收拾竹子时，姐妹俩都要探头看着。而老宋头来，姐妹俩则是丝毫不在意，因为老宋头来园区多数都是空着手来，让自己白跟他玩，所以姐妹俩看到是老宋头后，就会继续干自己的事儿。一会儿圣熙姨母收拾完竹子，临走时还宠溺地抚摸了一下瑞宝、辉宝。等晚上下班时，也是姨母来接的，姐妹俩也都很给姨母面子。今天下班时，还是爱宝最先想回家的，
爱宝的下班流程就是先到通道门口看一眼，看到门没开，就来到奶爸的员工门口喊奶爸。而这时瑞宝走去了草丛里，前去铲青团。辉宝还在小树上呼呼大睡。一会儿，爱宝看到通道门开了，先回了家。瑞宝这里又在小树上整起了活。这时姨母走出门，开始进行收娃工作。姨母先是给姐妹俩喂了块小零食，然后开始让姐妹俩下树。这时刚才一直睡觉的辉宝先从树上下来了。辉宝下来了后，又吃到了一块小苹果。瑞宝眼看不能让妹妹给小苹果都吃掉，自己也赶紧下来。由于瑞宝下树太着急，倒挂在了树上，差点从树上掉下去。姨母看到后立马过去帮忙。姐妹俩在姨母这儿真是被照顾得细致入微。而辉宝看到姨母离开自己去找姐姐了，还吃醋了，在后面咬着姨母的衣服让姨母回来。姐妹俩这又突然争抢上了姨母，不过最后姐妹俩都跟着姨母乖乖回家了。